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去坐一下邮轮，但是每次想到要先坐飞机再转乘邮轮，还没出发我已经觉得很累了。幸好温哥华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邮轮码头。2022年初，我们正式从 Alberta 搬到温哥华之后，就开始安排一次阿拉斯加的邮轮之旅。终于在9月中下旬，我们踏上了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我是卡卡，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邮轮初体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是2个生活在加拿大的90后，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日常，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给我们留言。那就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啦。我们这次订的是 Celebrity 名人邮轮的8晚阿拉斯加冰川游。这趟旅行是在温哥华市中心的码头上下船的，是一个来回的航线。出发之前还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比如在网上登记好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上传护照和照片等等。我们俩最近工作都挺忙的，预约了周五下午2点登船，但是快1点我们才开完会。幸好是工作日的下午，去downtown的路没有很堵，路上也没有什么意外，我们还是提前到达了邮轮码头。其实如果时间安排好的话，当天早上9点半就可以开始 check in 了，这样就可以开始吃喝玩乐，享受邮轮之旅了。但是这个 check in 的过程呢，就是有点复杂了。我们出发的那天有3条邮轮都停靠在码头，其中2条都是名人邮轮旗下的。那天的工作人员现场指挥也有一点点混乱，我们几乎每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要说一次自己坐的是哪一条邮轮，而且有1-2次还被指错路了。就这样提着行李上下走了2-3回，花了将近40分钟才终于把行李寄舱成功，办理好登船手续，过好安检，成功通过入境美国的关卡，踏上我们要乘坐的千禧号，正式开始我们的旅程了。上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手机 App 里的安全知识课程，然后去紧急集合点打个卡。一切都打点好之后，就终于可以去到我们的房间了。我们订的是阳台房，一进门的右边有一个衣柜，可以把衣服都挂起来，旁边还有几个抽屉，储物空间还是很足的。毕竟我们带了8天的衣物，储物空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床号称是 King Size 的，但我感觉它比陆地上的 King Size 要稍微的窄一点点，但是2个人睡在上面绝对可以睡得很安稳很舒服了。相对来说这个厕所就比较狭小了，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设施都有。淋浴间的热水还是挺热的，而且水压也很足，一天游完之后洗一个热水澡是真的挺舒服的。房间还配了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小沙发和一个小桌子，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这个阳台房的阳台呢，就真的不太行了。我们印象中的阳台房的阳台都是方方正正的，2个人都可以躺在躺椅上面享受阳光。我们的这个阳台呢，却是小的，只能勉强放下2张躺椅，桌子藏在角落里，2个人坐在阳台上呢，基本是挤得动都不能动了。对于这个阳台我是真的挺失望的，估计是因为我们旁边的房间都是套房的原因吧。为了让套房的阳台有更好的私密性，就只能牺牲我们的阳台了。像我们这样只有小阳台的阳台房，估计一层也只有8个左右，没想到这都让我们订上了。不过这个缺陷估计也是反映在价格里面了吧。虽然这个阳台不太行，但是9月中下旬的阿拉斯加气温其实也不太适合坐在阳台上看风景。想到这里，心里稍微好受一点了吧。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冰箱，但是里面饮料都是收费的，还有2瓶依云的矿泉水也都不是免费的。我们这次订的是名人邮轮里额外付费的 Orchid Class， 这个 Orchid Class 号称是有很多福利的，比如说每天都会给我们2瓶矿泉水。虽然说船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接水喝，但是每天有2瓶矿泉水放在房间里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不会有每天回房间之前都要想去餐厅打水的焦虑。除了矿泉水之外， Orchid Class 还会送1瓶香槟，你只要跟打扫的房务员提前预约，香槟就会在你指定的时刻放在房间里了。每天下午，房务员还会送来1份小吃，但是这个小吃是有点鸡肋的，主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里面东西基本上在船上随时都可以拿到。
此外 ，SPA 里还有一个 Alco Class 专属的桑拿房，可以随时使用，这个还是挺不错的。Alco Class 里面最值的一个福利就是 Blue 的主题餐厅了。这个餐厅是 Alco Class 专属的，早餐和晚餐都会开放，不需要定位，直接 walk in 就可以了。他们的晚餐算是有点 fusion 的，每天的餐单都会不一样。这个餐单和其他餐厅的所有餐单一样，都是可以在 App 上查看的。这个餐厅是头盘、主菜、沙拉、甜点这样一道一道菜点的，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算是 all you can eat 的，哪怕你点了吃不完，其实也没有问题。当然我们是比较爱惜食物的人，每次都只会点自己能吃下的食物，但是服务员呢都会非常热情的送我们一些他们觉得我们会喜欢吃的食物。不得不说，这些服务员给我们送的食物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口味的，让我们每一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名人邮轮的服务真的算是一流的，船上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会察言观色，懂得你的需要，而且不会过分亲近。布鲁餐厅里的员工这方面就做得更加极致了，他们会完全记得你的喜好，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船上还有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免费的主餐厅，也是一道一道菜单点的，形式和 Blue 是一样的。这个餐厅呢是分上下2层的，比 Blue 要大很多。这个餐厅早、午、晚3餐都会开，我们也去体验过了一次，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除了这些主餐厅之外，船上还有一个从早上6点半开到凌晨1点的自助餐厅 Ocean View Cafe。这个自助餐厅是在船的10楼的船尾，有270度的海景，座位也是非常的多。餐厅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时段提供不同的新鲜食物。Ocean View Cafe 的食物种类还是很多元化的，各国的美食都会有，吃不惯西餐的在这里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食物。当然这里的食物水平就会稍微比主餐厅的差一点点了。我们俩都非常喜欢 Ocean View 的咖喱，做得非常香，非常下饭，就着米饭吃，一不小心就会吃多了。他们家的雪糕也非常不错，尤其是牛油果味的。我们平时都不太会买雪糕来吃，上船第1天下午，我们过来吃了一次他们家的牛油果雪糕之后几乎每天都会跑过来吃一次。可惜牛油果雪糕真的太受欢迎了，最后几天就没有了，我们还伤心了好一会儿。名人邮轮的藏酒听说是所有主流邮轮公司里最丰富的，我们这次订的套餐里呢也都包含了基本的酒水，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可以在船上酒水专家的指导下尝试不一样的酒了。这些酒水专家是非常的热情的，不断的拿不同的酒给我们尝试，确保我们喝得开心。坐邮轮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需要开车，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吃饱喝足之后，直接坐电梯就可以回到房间了，洗个热水澡，呼呼大睡。在所有乘客登船之后，船就准时出发。开船后的1天多都是海上航行，去阿拉斯加的航线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内海里。由于风浪比较小，在船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是非常的平稳的。但是有一小段航线，船会在没有遮挡的海域高速行驶。一般来说，这段时间的风浪会比较大，在船内还是明显可以感觉到晃动的。幸好我们俩都没有晕船，如果有晕船的话，船上也有医务室可以提供晕船药的。出发之前，有朋友问我，困在船上不会觉得无聊吗？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担心，但船上的活动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刚开船的1-2天，船上会有一些抽奖送礼物的活动，不得不说，抽奖送礼的力度还是挺大的。我们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抽奖，几乎一半的人都中奖了，而且奖品都是非常的不错的。除了抽奖之外，船上还有很多互动的游戏，比如知识问答大赛和一些小游戏等等，参加的人还真不少，感兴趣的话肯定会玩得非常开心。像我们这种不太喜欢社交的人，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玩，也看得非常开心。轮船上还有泳池和热水池，一般来说室外的泳池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我们这趟游轮是在9月中下旬的阿拉斯加，室外气温只有10来度，加上航行时的海风，长时间待在室外还是挺冷的，所以我们就没看过几个人在室外的游泳池游泳。除了室外泳池之外，我们这个船还有室内泳池，
这个室内泳池呢是在一个阳光房里的，虽然温度还是有一点点低，但是比起室外的温度可是要温和不少的，使用的客人还是挺多的。当然了，跟夏天的人流比还是不能比的。如果喜欢安静的泡泡泳池，不太喜欢人多的话，其实温度低一点也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还参加了一场艺术品拍卖会，这个算是邮轮里的必备项目了。邮轮会和一些拍卖公司合作，在船上展示一些艺术品。我们参加的这场拍卖会也是挺好玩的，每个人都会有几张贴纸，看到喜欢的艺术品就可以把贴纸贴上去，然后拍卖员就会把这些被贴上贴纸的艺术品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再从拍卖的底价开始拍卖。当然，贴上贴纸的人是不需要出价把画买下来的，除非真的很喜欢那幅画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贴纸上写下自己想出的价格贴上去，这样好像说能买下画的机会会更大。我们都不太懂拍卖的规则，如果有知道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个拍卖是怎样运行的。其实我们也看上了一两幅画，不过画的价格远超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我们就只能远远的看个热闹了。不过买画的人还是真的不少的，拍卖师的口才也是相当的了得，即使在一边看看学习一下，也能学到不少知识。我们还在餐厅主厨的带领下参观了一下邮轮的厨房，主厨给我们讲解了一下他们每天是如何为几千个人准备食物的，吃不完的食物呢，最后又会去到哪里。席间还有人问了一些比较尖锐的环保问题，主厨也一一回答了。他还提到了每条船用的油都是独特的，任何船上的废物排到海里，一旦被发现了，都是可以追溯到船公司的。如果有废物泄漏或者故意排放被逮住了，船公司可能会被罚到破产。这个厨房也真的是大，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有2层楼，好几个电梯。听带队的工作人员说，厨房里几乎整天都在忙着准备食物。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厨房才是整个邮轮的心脏啊。邮轮上的这个厨房的规模真的有点让我叹为观止了，感觉我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邮轮上还有一条商业街，卖手表、珠宝、名包、化妆品之类的。船上购物都是免销售税的，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消遣。据我们观察，买的人还是不少的，很多店到邮轮最后几天都会打折促销。赌场也是邮轮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时候赌场还会搞很多活动来吸引大家去玩。上船前我们本来也想去玩一下的，但最后因为活动太多了，我们也忘了去。船上还有美容、健身、按摩的项目，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本来打算在船上好好按摩放松一下，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太高了，而且据我所知，公司为我们提供的商业保险是不可以报销的，最后也没有去成船上的按摩服务。船顶还有室外跑道和球场，但是在船航行的时候，风真的特别大，在船顶几乎是站稳都很难的，更别说跑步打球了。以上提到的活动，要是都不喜欢的话，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要一壶茶或者咖啡，对着美丽的海景，看看平时没有时间看的书，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晚饭过后，邮轮上剧院还会有表演，每天的表演都不一样，有脱口秀啊、歌舞啊等等。可以点上一杯酒，坐下来边看边喝。在现场看表演的体验和在屏幕之前看是完全不一样的。看现场表演很容易就会被气氛所带动起来，跟着一起笑，一起鼓掌。我们以前也去过一些现场的表演，虽然看表演的时候体验是很好的，但是每次想到要买票、停车、排队过安检再进场，表演结束之后还要开车回家，还没出发我就已经觉得很累了。所以除非是非常喜欢看的表演，不然基本上我们都是不会轻易参加的。在邮轮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每天吃完饭都可以走到剧院里，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来，和大家一起看表演。结束之后呢，不想和大家挤电梯的话，走楼梯回房间就可以了。名人邮轮上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项目，每天晚上10点，邮轮的大厅都可以蹦迪。有人可能会问，晚上10点才开始蹦迪，不会吵到那些想安静休息的客人吗？名人邮轮的这个蹦迪还真的不会，
他们会给每个想蹦迪的人发一个闪闪发光的耳机。听说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音乐，没戴上耳机的人呢，就无法和他们分享音乐了。但是哪怕是路过，看到大家翩翩起舞的样子，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喜悦。这个安静的 disco 真的是很不错啊。邮轮上的第一个航海日有点出乎我的预期了，在船上做很多事情都不用像平时那样精打细算，因为从走上邮轮的那一刻开始，船上绝大部分的活动已经包含在船费里面了。走在路上看到有什么活动，自己有点感兴趣的话，直接走过去参加就可以了。如果活动过半又不太感兴趣的话，随时还可以起身走人。确实啊，试错成本就比较低了。我们在船上尝试了很多平时都不会参加的活动，参加完之后感觉都还挺不错的。经历了1天多的航行，我们终于来到了本次邮轮的第一个靠岸点 Icy Strait Point 冰峡点。这个冰峡点是属于阿拉斯加胡纳市的一个旅游区。听闻除了名人邮轮和它的母公司皇家加勒比邮轮之外，大部分的阿拉斯加邮轮航线都不会在这里靠岸的。这个冰峡点附近有一条原住民的小村庄，之前由于本土工作机会不多，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搬离村庄了。为了拯救这条小村庄，当地政府就打造了这个专门为邮轮游客服务的冰峡点，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很早就通过名人邮轮订了一个在冰峡点的观鲸和吃海鲜的项目。邮轮靠岸之后，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在船上集合，然后工作人员就根据我们订的旅游项目给我们发了一个贴纸贴在身上，用来方便辨认团友的。集合完毕之后，我们就一起下船了。全程管理还算是井井有条的，只要跟着工作人员的指示，走5分钟就到我们要观鲸的小船了。这个船可以容纳50人左右，工作人员会确保每个人都可以有座位坐下来。所有人都坐好以后，我们就出发去观鲸了。我们坐的船虽然很小，但是港湾没有什么风浪，所以一路上还是很平静的。大约开了30分钟左右，船就停下来了。工作人员就进来告诉我们，他们找到了2条杀人鲸，于是我们就全部都走到了船的2楼。期间，船不停地低速运行，在海面绕来绕去。我们一开始还挺兴奋的，等了好一会儿，都看不到一点动静，气氛一度变得有点尴尬了。突然，船尾有人指着远方大喊说：“那边好像有东西。”船长就马上掉头看向那边了。船停下来之后，船长跟我们说，前方有条座头鲸正在觅食。座头鲸觅食的时候，大约2到8分钟都会在水上呼吸一下。结果等了20多分钟，平静的海面依旧平静。我们这个观鲸团如果看不到鲸鱼的话是要退钱的，而且这个项目号称每一次出行都会看到鲸鱼的。这个时候，有些团友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开始讨论退钱的问题了。驾驶室里的船长也开始有点着急了，不断的和工作人员交谈，并一直用无线电和别人联系。然后船长要求我们全都回到船舱内，决定换一个全新的地方找鲸鱼。又开了10来分钟之后，工作人员再次邀请我们到了2楼。可是这一次，明显感觉到很多团友都失去了兴趣，有些人甚至只在1楼的室外站着。我们又在2楼呆呆地站了10多分钟，气氛真是越来越尴尬了。突然听到船尾嗤的响了一下，同时有人大喊看到了。我们马上爬到船尾，可惜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它还会继续上来的。没过多久，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圈，随后一个黑色鲸鱼头在水面浮出，做了一个类似咬合的动作之后，再次回到水中。在几只海鸥的伴随下，鲸鱼在水面附近稍微游了一下之后，换了一口气，喷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水花。这时候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准备好拍照了，鲸鱼要露出它的尾巴了。话音刚落，鲸鱼的尾巴就缓缓地浮出水面，并慢慢地落下。不得不说，这几个工作人员对于鲸鱼的习性还是相当了解的。随后的半个小时里，这条座头鲸一直在我们船周围觅食，我们也算一次看了个过瘾。看久了之后啊，我们几乎能像工作人员一样，准确地判断出鲸鱼会出现的位置和它要做的动作了。
有一次，鲸鱼在离我们船10来米左右的地方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动作，场面非常震撼。但是这个鲸鱼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后来我了解了一下，鲸鱼是分很多种的，成年的座头鲸，也就是我们看的这条，大约是13到16米左右，大约是半个篮球场那么长吧。我印象中很大很大的鲸鱼其实是蓝鲸，蓝鲸就可以长到一个篮球场那么长了。我们差点就能看到的杀人鲸，就最多只能长到8米长左右，相对就小很多了。我们订这个观鲸团之前呢，还一度担心船会不会被鲸鱼掀翻，所以我们还特地的查了一下。其实啊，鲸鱼和船相撞的事故在历史上也只是发生过几次而已。正当我们的船要出发回去的时候，我们船的周围出现了2条座头鲸，不断的为我们表演。最后这场面这么热闹，这次观鲸之旅真的是超值了。我们订的这个观鲸团是一个套餐来的，除了观鲸之外，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项目。我们选的是吃一顿海鲜大餐。下船之后，我们步行5分钟，穿过整个冰峡点，来到了这家海鲜餐厅。一进门看到桌上的2桶海鲜，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这趟海鲜大餐是自助形式的，我们只要排队自己盛就可以了。工作人员说，这个海鲜的风味是美国南部的口味，但吃起来除了咸和有点辣之外，真的没什么味道。虽说这个咸味和辣味基本上把海鲜的味道全都掩盖住了，吃不出什么鲜味，但是海鲜的品质是没什么问题的。对的，应该只是烹饪手法的问题吧。这餐厅很有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吃旅游团体餐的感觉，整个氛围都感觉不太好。我们草草吃完了就赶紧走了。冰峡点有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滑索，我们本来可以选择滑索而不选择这个海鲜套餐的，可惜我有点恐高，所以最后就选了这个海鲜套餐。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想我会选择滑索。哪怕真的要坐下来吃饭的话，据我所知，冰峡点有一家同样是吃海鲜的餐厅，叫 Crab House， 应该会是更好的选择。这个冰峡点是完全为邮轮服务的，除了几户人家、几个餐厅、缆车站之外，就没有什么建筑了。和我们之后去的阿拉斯加小镇斯凯威和州府朱诺比起来，这里是简单不少的。听说在 IC Strait Point 旁边的胡纳市还有罐头博物馆和一些原住民文化表演。由于我们的船只停靠半天，观鲸和吃海鲜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胡纳市走走了。结束岸上的行程之后，回到船上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我们回到房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又饿了，于是我们俩又去船上的 Blue 餐厅再吃了一顿。经过1夜的航行之后，我们来到了位于阿拉斯加东南部的 Skagway 史凯威。我们上船之前就订好了2个岸上的观光之旅，一个是史凯威著名的游玩项目 Y Pass 观光火车，另一个是参观一个阿拉斯加哈士奇的训练营。由于第一个项目时间比较早，没有时间给我们去餐厅吃早餐了，我们提前1晚就订好了 room service 的早餐。早上6点半，早餐准时送到房间。由于是第一次点早饭的 room service，不知道分量大小，一不小心就点多了。饱餐一顿之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了。我们是跟邮轮公司订的火车票，上船的地点就在邮轮停靠点的旁边。史凯威的镇上也有一个可以上车的火车站，那里也是可以买票的。上火车之后，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就可以了。虽然我们都不是火车迷，但还是被这火车深深吸引了。火车的外观和内饰都非常有味道，我尤其喜欢它的座椅，非常有质感，真有点想搬一张回家。每节车厢还有一个小暖炉。9月的阿拉斯加，尤其在山上，温度是有点低的，在车厢外的平台看风景，难免会感觉冷。回到车厢里，站在这个暖炉前取暖，真的很舒服。Y Pass 铁路是1898年5月开始兴建的，1900年正式落成。1896年，探险家在加拿大育空克隆崁河上游发现了黄金，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并迅速点燃了一波淘金热，也就是著名的 Klondike Gold Rush。由于19世纪40年代末另一波著名的加州淘金热，让很多人一夜暴富。当时在美国西海岸的年轻人听到加拿大育空发现黄金之后，都纷纷想前往淘金。
虽然淘金的地方是在加拿大育空的 Dawson 附近，但是能最快从北美西海岸的大城市到达淘金点的方法是坐轮船到阿拉斯加的达意或者 Skyway， 再从陆路过去。1986年到1989年期间，每一趟从三藩市、西雅图、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出发，坐到斯凯威的轮船都挤满了人。期间，上10万的人来到了阿拉斯加的东南部，开启了自己的淘金梦。梦想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这10万人里，真正到达了育空的 Dawson City 开始淘金的仅有3万人。为了避免淘金者饿死在加拿大境内，加拿大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前往 Klondike River 淘金的人，无论以任何形式入境，都要准备足够1年的食物，并且对这1年的食物有明确的要求，准确到连多少条培根、多少克面粉都有一一列明。这足够吃1年的食物，就足足重达1吨了。White Pass 的山路是非常险要的，所以这条山路还有个名字叫 Dead Horse Trail。顾名思义，在淘金热的那几年里，有数不清的马死在这条路上。除了地势险要之外，冬天的低温、暴风雪，加上阿拉斯加东南部无法预料阴晴不定的天气因素，也为这些拖着1吨食物的淘金者们增添了重重困难。我们后来观看了一些纪录片，有淘金者的日记里还写道，当时 White Pass 的路上是堆满了马的尸体，有些马走着走着真的受不了了，就直接拖着货物跳到山下自杀了。很多在山上挨饿的淘金者甚至只能吃马肉充饥。虽然上山是如此的艰苦，但是黄金的诱惑促使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前仆后继地踏上 White Pass。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供应。BC 省投资者们很快就看到了商机，火速兴建了这条 White Pass 铁路，帮助淘金者们迅速到达 White Pass 的山顶。然而当这条铁路落成的时候，已经是1900年了，淘金热已经退却了。虽然这条铁路没能完成它的初心，但是在往后的80多年里，它都一直为阿拉斯加的采矿业服务。直到后来矿业慢慢衰退，1988年开始 White Pass 铁路才转型为旅游业服务。坐上 White Pass 的火车，可以非常舒适地欣赏阿拉斯加独特的地势地貌。这里湿度非常高，很适合植被生长，放眼看过去全都是绿色的植物。这趟火车全程来回大约3个小时左右，期间的景色各有不同，瀑布、峡谷、断桥、隧道等等。全程里所有游客都一直在拍照，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更是全程待在车厢外的平台一直拍照。这趟火车爬坡将近海拔900米，来到阿拉斯加、BC 和育空的3省交汇处。当年的淘金者们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再造船，然后顺着河顺流而下，到达 Dawson 淘金。听闻这段河流也夺去了很多淘金者的生命。这个史凯威小镇当时是因为大量淘金者聚集在这里而建起来的。这个小镇其实也不大，由3条大街和7条横街组成。真正定居在小镇上的人口现在只有850人左右。现在整个小镇主要都是为邮轮游客服务，路上看到的大部分人要不就是游客，要不就是邮轮自己来这里工作的。小镇上有1家银行、1家学校、1家超市、一些博物馆，其他大部分的店都是卖珠宝、手表或者纪念品的，都是做游客生意的。但是有一些建筑物还是很特别的，其中这个 Red Onion Saloon 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回去查了一下，在阿拉斯加，沙龙就是风月场所的意思，而这家红洋葱沙龙号称100多年来没有涨过价，都是$10 20分钟的收费。当然，现在提供的服务和以前都是不一样的，现在这家沙龙已经是经营酒吧生意的了。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当年就亲身参与过这次Klondike淘金热。和大部分淘金者一样，杰克·伦敦也是两手空空的回到美国大陆的。虽然这次淘金之旅没有让他一夜暴富，但是这次独特的经历让他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他的代表作，被誉为史上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野性的呼唤》，
书中描述的是一只原本生活在法官家庭的狗巴克，被园丁拐卖到北境参与淘金的故事。其实现在很多狗的主人都会把他们的狗送到阿拉斯加这边来训练，接受一下野性的呼唤。除了 Y-Pass 火车之外，我们就参加了另外一个旅游项目，参观了阿拉斯加哈士奇的训练基地，回到邮轮停靠点集合，坐半个小时的旅游巴士来到了这个训练基地。这个基地是很大的，而且里面的地形是相当的复杂，普通的汽车在基地里是很难正常运作的。基地的交通工具是这款二战时期德军使用的运兵车改造的奔驰汽车。这个车行驶速度不快，但是越野能力是相当不错的，拉着20来人爬60度的斜坡一点问题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开车的司机小姐姐车技也是相当的出众。作为乘客，一开始看到这又窄又复杂的山路还是挺害怕的，但是司机全程都开得非常稳，我们可以全程非常安逸地欣赏美丽的风景。大约开了10分钟，我们来到了真正的训练场地了。一群阿拉斯加哈士奇看到我们的到来，全都兴奋不已，又蹦又跳的。我们一行24人被分为4组，坐上了4辆车，在领头狗的带领下，一群10来只狗拉着我们在训练的赛道上飞奔，速度要比刚刚的军车快很多。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问，为什么哈士奇是长这样子的？我们也问了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们平时印象中的哈士奇其实是西伯利亚哈士奇，是一种纯种狗，而阿拉斯加哈士奇是一种混种狗，是专门培育出来拉车和拉雪橇的。工作人员说，这种狗天生就爱跑，如果不让它们奔跑的话，它们就会很难受，而且它们很怕热，16度以上的温度对于它们来说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们要把训练基地放在这么高的森林里，确保温度不会太热。这里大部分的狗都是来自美国本土的家庭的，他们为了狗狗更健康，每年夏天都会把狗送来这里训练一下。狗拉车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运输方式，尤其在美国和加拿大北部的大山里。在机械动力被广泛应用之前，人类的长途出行很大部分靠的是狗拉车。来到现在，狗拉车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它还是一门挺受欢迎的运动。狗拉车 mushing 有点像汽车的拉力赛，运动员和狗会一起从起点出发，在指定的赛道里到达终点，全程可能经历10来天。这个基地就是专门为这项运动来训练狗和人的。很多来自各地的狗拉车运动员都会来到这里训练。那天有一位来自密西根19岁的小女孩为我们分享了她从小就立志成为 mushing 运动员的故事。她告诉我们，和狗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最重要环节。他们平时都会和狗生活在一起，照顾狗狗们的所有日常生活。在她接待我们1个小时前，他刚刚为一只早产的母狗接生了。这个基地还会做一些培育小狗的工作，我们还有幸抱了抱这些几个星期大的小狗。在史考维湾的这一天，我们俩都觉得非常震撼。一来是被阿拉斯加独特的地势和地貌震撼到了，另一方面是来自克隆崁淘金热这段历史的。本次航行的第5天，我们来到这次旅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崔西湾冰川公园。一觉醒来，发现海水的颜色变得不一样了，之前都是浅蓝色或者深蓝色的，今天海水的颜色有点像班夫的路易斯湖那种蓝中泛绿的颜色，水上还有一块块的浮冰。这时候船长从广播里告诉我们正在史蒂芬斯通道上航行。我们今天要看的冰川就在这条通道的尽头，沿岸风景是相当独特的。其实在100几十年之前，我们的船正在行驶的这片水域，甚至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山体，都是被冰川所覆盖的。冰川融化之后，这些重见天日的山体，在好一段日子里都是光秃秃的。随着时间的迁移，一些苔藓就会出现在这些暴露在湿润空气中的岩石上，慢慢的，一些矮一点的灌木就会生长出来，山体上还会长出一些树木，然后变成参天大树，最后变成雨林。这过程一般都会经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这次在冰川公园里的航行，就像坐上了时光机器一样，一次性可以目睹整个冰川融化之后，这些土地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雨林的。我们在斯凯威游玩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斯凯威在2000年之前还是被冰川所覆盖的，但是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完全被参天大树覆盖住了。而且阿拉斯加拥有全世界第2大的雨林，第1大雨林就是非常著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由于我们房间的阳台实在太小了，我们决定出房间好好看一下两岸的风景。在我们最爱的 Blue 餐厅里，坐在窗边看着移动的风景，喝着咖啡，吃着早餐，这真的是岸上无法获得享受啊！吃饱喝足之后，回到房间，从电视里看到船的甲板上站满了人，船已经到达目的地翠西冰川了。我们也冒着寒风来到船头的停机坪，一睹翠西冰川的真容。看阿拉斯加的游轮影片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大爱好，在影片里看到冰川都是相当雄伟的，很多影片里甚至能看到冰川崩塌滑落到水面的壮观画面。然而现在冰川已经融化了很多，我们只能远眺远处山上的冰川。被称为冰川的哭泣的崩塌画面，在这个冰川公园以后是不会再有了，只能看到水面上漂浮的一些蓝色的冰，这就是之前冰川崩塌的残骸了。来到翠西冰川公园的终点，船会在原地360度转，确保每一个角落的乘客都可以欣赏到冰川。平台上有些冷，于是我们决定还是回房间坐着欣赏。由于我们这次订的是 Aqua Class， 船会送我们一瓶香槟，我们提前跟房务员预约过，在看冰川的时候会给我们送来。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香槟已经放在房间里了，喝着香槟，看着窗外蓝得发绿的水面，甚是享受。我们提前预约了一家付费特色餐厅，度过这个休闲的下午之后，我们就在船上11楼体验一下。好的特色餐厅还是挺抢手的，一上船就要开始预约，如果抢不到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体验了。名人游轮一直和一家主打沉浸式投影用餐的餐厅 Le Petit Chef 有深度合作。据我所知，每一艘名人游轮都有一个可以体验 Le Petit Chef 的餐厅。这次我们坐的千禧号就有 Q-Side 这家特色餐厅代理。其实吃这个特色餐厅跟看表演有点像的，每天晚上都有2个场次，都是统一进场、统一开始的。餐厅里的桌布和餐盘都是白色的，用作投影的荧幕。这个晚餐是吃4道菜的，1个头盘，2个主菜，还有1道甜点。围绕着这4道菜，投影仪会在我们用餐期间播放一段段动画。我们体验的这一次，这个动画电影讲述了小厨师与他妻子的爱情故事。整个电影以4季为主题，分成了4个小故事。春天里2人爱情的萌芽，一起创造出一碗豌豆汤。夏天的时候2人结婚生子，全家欢乐地制作了一碗龙虾意面。秋天来到了丰收的季节，孩子们先后长大，小厨师用最好的食材为我们烹饪了一道牛柳肉。最后年迈的小厨师和他的妻子已成空巢老人，2人在冬天里看着雪。这时候孩子们带着孙子回到老家，全家人一起制作了精美的甜点。故事比较简单，但是配合着音乐和色彩还是挺动人的。Coco 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还有点眼泛泪光，但是这食物老实说就一般般了。第1道豌豆汤是冰冷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吃不惯。我看当晚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这道菜。之后的龙虾意面、牛柳还有甜点都比较普通，水平是不如我们平时去的主餐厅 Blue 的，和普通的主餐厅差不多吧。的确如此，食物水平不太惊艳，但是整个用餐体验还是很特别的，而且很适合合家欢。如果带着小孩子来吃的话，一家人都会吃得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餐厅体验一次就够了。这顿饭我们2个人额外付了$100多。这个餐厅在多伦多吃的话，大约是每人130加元。他们的餐单和动画也不是每一次都相同的。如果一直很想体验这家餐厅的话，在名人游轮上预订这家特色餐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比较新潮的 Le Petit Chef 之外，我们在船上还吃了另一家比较传统的付费特色餐厅 Tuscan。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
主打意大利面和牛排。整个餐厅的装潢和灯光都是深色系的。我们坐下来之后，服务员就拿着一把罗勒叶过来剪碎，再加入橄榄油和意大利醋，做了一个意大利蘸料。我们都比较少吃这么传统的意大利菜，不太确定这个蘸料是如何正确使用。后来和服务员确认了一下，原来是用来蘸面包的。我一直觉得意大利人是欧洲最懂美食的民族，这个看似简单的蘸料就完美的认证了我的观点。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蘸料，但是我更喜欢我点的这个前菜——黑胡椒烤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应该是先炖煮过，再上火烤的。来到意大利餐厅，我肯定要试一下他们 Caesar Salad。虽然这道菜是墨西哥人发明的，除了名字里的凯撒之外，和意大利其实也不太沾边，但是这家餐厅做的非常好吃。服务员为了确保我们能尝到他们的特色菜品，就为我们上2份小量的意大利面，一份是带黑松露的宽衣面，吃起来有点像梅干菜，另一份是经典的番茄肉丸条状意面，这个要比黑松露那款好吃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意面和船上所有的主餐厅的意大利面一样，都是非常正宗，全部都是 al dente 的，也就是夹生的。他们在控制意面夹生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出色，但是估计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惯。由于之前几道菜吃太多了，上主菜的时候我已经很饱了。我点的这个鱼吃起来已经完全没有之前几道菜吃的那么香了。Tuscan 也是主打牛排的，所以我点了一份肉眼牛排。老实说，它这个牛排是我在这个船上吃过最好的牛排，我基本上找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即使上主菜的时候我也吃得很饱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么大一块牛排全都吃完了。服务员真的非常热情，一直怂恿我们试试他们的特色甜品。当然，甜点我们是完全吃不下了。我个人感觉 Tuscan 的食物品质和服务都不在我们平时去的主餐厅 Blue 之下，但是他们的餐单变化就没有 Blue 那么多了。如果不用额外付钱的话，我觉得我会经常来这家餐厅吃。但是我们额外吃这顿饭是我们2个人额外多付了$100多。今天我们来到了本次航行的最后一个上岸点——阿拉斯加首府朱诺。由于之前2次上岸我们参加了很多岸上观光活动，我们今天就打算休闲一点，没有预定任何的岸上活动。这次下船单纯是为了这家著名的崔西阿拉斯加帝皇蟹餐厅。朱诺给我的第一感觉要比我们之前去的胡纳和史凯威要繁华很多，有一些比较高层和现代一点的建筑，感觉要有生活气息一点。这里还有一所阿拉斯加东南大学，有3000多名学生。下船之后我们就直奔这家翠西餐厅，可惜来得太早了，餐厅还没开门，我们就只能周围逛一下了。9月底的朱诺还是挺冷清的，正常来说这些旅行团小摊位都应该摆得满满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1半以上的摊位都是空着的。虽然我们尽量避开和摊位的向导们有眼神接触，但是还是有人主动向我们兜售本地观光团。据我所知，在这些摊位订活动都是要砍价的，向我们推销的人一开口就说要给我们半价优惠，估计商量一下的话还能有更好的价格。但是前2天参加的活动有点太多了，今天还是自己逛一逛算了。朱诺的这个 Go Bell Tram 登山电车还是挺有名的，我们花了$90买了2张车票，这个车票是全天有效的，可以看出来旺季的时候坐这个车上山的人应该有很多，但是今天坐车的人就真的屈指可数了。观景台上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可以俯瞰朱诺两岸的风景。喜欢徒步的话，山上还有很多不错的登山径，但是步道的难度有点大，需要比较专业的装备，不然可能会有点危险。山上还有展馆、餐厅和一些商店。可惜的是，来到邮轮季节的尾巴，很多都已经不开门了。我们逛了一下山上的纪念品商店，很多货架都已经空空荡荡了，感觉工作人员都已经提早进入了休假状态。但是寂寞也有好处，一来可以慢慢挑选慢慢看，二来有很多商品都在打折促销，面对诱人的折扣，我们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回到山下，看到码头上站着一只白头鹰，听刚刚开登山电车的工作人员说，
这只兵和她的丈夫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来年了。朱诺这个城市依山傍水，还是挺漂亮的，有几条街还保留了历史建筑风格，有时候还会有置身上世纪20、30年代的感觉。可惜的是，这里大部分商店和史卡威一样，都是做游客生意的，基本上不是卖名表珠宝，就是卖纪念品。每每看到季末大促销的广告牌，就或多或少有点大煞风景的感觉。镇上走了一圈，我们想去的这家 Tracy 阿拉斯加帝皇蟹终于都开门了。餐厅的规矩还是很多的，不接受预订，先到先得，而且必须要先点好餐才能坐下来，不可以提前占位置等等。但是由于我们去的时候没什么人，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让我们随便坐下来了。本来想点点不同的螃蟹试一下的，但是店员告诉我们，由于是季末的原因，他们只提供最贵的帝皇蟹，要70美元一磅。本来想要1磅半的，但被告知只能整磅的点。纠结一番之后，我还是决定点2磅。我记得5年前我看过一个邮轮影片，里面的博主提到这家餐厅的帝皇蟹是30多美元一磅，没想到5年之后价格竟然涨了这么多。2磅有3个蟹腿，每个蟹腿都很大，感觉都快有我的手那么长了。他们有提供专业拆蟹脚的工具，轻轻松松就能把蟹壳去掉，拿出完整的蟹肉。这么大块的蟹肉，之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当时看到这白里透红、有点发亮的蟹肉，真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蟹很新鲜，肉质非常紧致，可惜由于烹饪手法的原因，味道稍微偏咸，但是也无法掩盖帝皇蟹本身的鲜味。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吃的。他们家的这个黄油蘸酱也是挺香的，但是多吃2口就会有点腻。如果能配一点酸酸的沙拉解解腻就好了。而且我们2个胃口都不大，2磅蟹肉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太多了。如果旺季来有不同种类的蟹肉的话，估计会吃得舒服很多。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会不会想来体验一下这家餐厅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确实吃到最后是有点腻了，当时点1磅就应该够了。这家餐厅是朱诺非常有名的店，很多名人都来过光顾。我一直都以为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店了，后来查一下才知道是一个叫 Tracy 的人在2006年失业之后开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店员还是挺友善的。我们看见周围的人都有一个红色的桶，我们稍微询问了一下怎样才能会有那个桶。服务员告诉我们，这个桶是专门用来装某个套餐的，然后二话不说给我们拿了一个，还告诉我们把蟹脚放在桶里拍照特别好看。吃饱之后，我们决定回船上休息一下。走到船边，发现有一家很多人排队的路边摊，原来是一家菲律宾烧烤店。很多排队的人都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下船放风，来吃一点不一样的美食调剂一下的。几天游玩下来，我们发现船上的工作人员都挺辛苦的。其实我们都挺好奇他们的航海生活的，所以平时有机会我们就会和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一天要工作10小时，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开始了。虽说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忙的时候他们都不太可能停下来休息，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一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他们每一个航海合同都是10个月左右的，也就是说每次上船之后，他们都要跟着这条船在海上航行10个月。对于我们游客来说，在船上都可以无忧无虑的享受，每天都可以尽情的吃喝玩乐。但是如果让我在船上待超过10天的话，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更何况船员们在船上每天都几乎只有工作和睡觉2项活动。但是这次旅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无时无刻保持着非常热情的状态。我问了一下每天在餐厅为我们服务的小哥哥，他们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高涨的情绪的。他很真诚地告诉我们，他很希望我们在船上可以忘却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尽情地享受。他更希望我们回到岸上之后会偶尔想起他。我们挑选邮轮公司的时候做了不少功课，基本上每个人对名人邮轮的服务都是赞不绝口的。他们真诚的服务确实是我这么多年很少体验到的。下船之后，我真的时不时都会想起船上几个亲切的工作人员。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9天8夜的邮轮之旅一下子就结束了。下船之后，我们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回到家里了。
生活在一个有邮轮码头的城市，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这趟邮轮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也很高兴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第一次的邮轮体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为我们点赞，给我们留言，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视频得到算法的推荐，让更多人看到。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